好，极客 X 0到100 100到0测试，3、2、1，走你！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我发布了一些电车的 content 就有马来西亚的网民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电车不适合在马来西亚公路使用，所以讲我们这些做 content 云说车没有真正体验过因此为了验证这个电车是否适不适合在马来西亚公路使用，因此呢，我就跟这个极客马来西亚借这辆极客 X 来挑战看一下，从吉隆坡把这辆极客 X 驾到新山去，是不是有如马来西亚网民所说的，这个电车不适合在高速公路使用当然期间呢，我也会去充电不是满电去到新山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iDAM 的 Gendari 那边充电。在这个大荧幕上面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极客 X 呢，它的电池剩下79%，然后我们需要走232公里到那边的话，这个电池它预计会剩下20%当然，除了这个电池耗能测试呢，我还会找一下这辆极客 X 到底有些什么优缺点，在这个长途行驶。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3 hours later。好，观众朋友，终于驾了4个小时车，终于到了这个 Johor iDAM 的 Gendari 充电站了啦。这边真的是回忆满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极客 X 它这个能源使用到底用了多少%，是不是有如它所预计的一模一样？总体的这个电量消费是42 kW/h 啦。再来是可以看到我们电池剩下20%，哇哦！所以以这样子的数据来讲的话呢，这辆极客 X 它所使用的这个能源，这个电池所使用的能源，跟它所计算出来的预估数值是相符合的。因为之前我试驾过很多电车，他们所预估出来的数据跟他们所实际使用出来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这辆极客 X 呢，它算的非常的准确，这一点给极客一个赞4 to 6 days later。自从把这辆极客 X 从 KL 驾回来新山这边呢，已经是过了好几天了多2天呢就要把这辆车子还给极客马来西亚啦。在这几天的体验里面呢，其实我也发现到这辆车子的一些优缺点所以在这边呢跟你们分享一下，到底这辆极客 X 它有些什么优缺点但是在讲这个优缺点之前先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极客 X 它的一些参数还有配置。极客 X 它的定位是一辆 compact SUV， 它和 Volvo 的 ES30、Smart Hatch都是采用了 Geely 的 SEA 纯电平台打造而成，所以它们在电池组、驱动系统方面呢，都是采用了相似的技术基础。极客 X 呢，在马来西亚贩售了2个版本 ，Premium 以及 All-Wheel Drive 版，售价分别为155,800块钱以及172,800块钱。两者呢都是采用了 66kWh 的 NCM 电池组。至于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有以下这几点。首先就是All-Wheel Drive 版本它的综合峰值马力为428 horsepower， 综合峰值扭力为543牛米，0-100加速为 3.8 秒。Premium 版则是采用了后轮驱动，它的峰值马力为268 horsepower， 峰值扭力为343牛米，0-100加速为 5.6 秒。除了这个动力输出有不一样之外他们在续航方面呢也是有一点稍微的差异啦。Premium 版官方给到的续航数据为440 km， 而 All-Wheel Drive 版本它的续航是比 Premium 版少了20 km。除了这个续航有差别之外在充电方面呢，2个版本都是可以支援150 kW 的 DC 快充。但是在这个 AC 慢充方面Premium 版则是只可以 support 到7 kW 的 AC charger， 而 All-Wheel Drive 版本呢，则是可以 support 到11 kW 的 AC charger。就是这个配置差异部分Premium 版则是比这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少了智能 B 柱显示和抬头显示这2个非常酷炫好用的配置啦。所以以上这几点呢，就是这辆极客 X 它的大致简单介绍啦。基本了解了这辆极客 X 它的一些参数还有配置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辆极客 X 它有些什么优缺点。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外观的优点开始讲起。这个极客 X 的外观设计呢，采用了一个非常有未来科技感、一个机甲风格的外观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外观设计啦。这个外观设计呢，可以让人看起来真的跟其他电车与众不同，非常的有一种未来科技感的感觉。当然，在这个外观上面呢，其实还有一些小巧思，我觉得也是做到不错的。不错的地方在哪里？不错的地方就在它的右手边的 B 柱，可以看到这个 B 柱上面呢，它是有一个小萤幕。当你解锁车子的时候呢，它就会露出一个表情符号来欢迎你。当然，这个萤幕也不只是一个欢迎你的一个功能当你在充电的时候呢，你的充电信息都会显示在这个萤幕上面。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在中国版本这个 B 柱上面呢，它是有个人脸识别开门的功能，但是进到马来西亚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功能啦。这点来讲的话呢，算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再来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啊，这一辆极客 X 呢，它为了让它的设计非常的一体化，它的那个切水条啊，是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它就不会像其他车子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让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好像有一点多余这样子啦。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设计师在这个设计上面呢做的一个小巧思。当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的设计，非常的一体化的时候，当我们走到这个左边，一看到这个位置，这个充电盖板好像有一点是后尾加上去的感觉。因为这个中国版本的极客 X 呢，它的充电盖板是一体化的，当要充电的时候呢，这个盖板会自动兴起，才会裸露出那一个充电的位置。可是，可能极客为了迎合这个国际市场啦，加上这个中国版本的充电头跟国际的充电头是不一样的规格，就把这一个充电头换成了我们国际用的 CCS2， 充电盖板呢也就另外做了一个设计，就让这个外观设计上面呢就没有像中国版本那样非常的一体化的感觉。这一点呢，算是我觉得在外观上面呢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啦。好，大致了解了这个 Exterior 的它的优缺点之后呢，现在来到这个 Interior 的优缺点。首先，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内装质感，它的 build quality 我觉得非常不错。你们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极客 X， 它整体的配色就是一个土灰色，这整个颜色搭配呢，看起来非常的有高级感，而且它的土灰色是有层次的。你看到它的门板呢是比较浅色的，到了这边呢是比较深色的。重点是啊，它这些仿金属的 accessory 啊，它也点缀到非常的好，做到非常的真。通常我们看到这些仿金属 chrome 哦，要做到真是很容易的。可是呢，加上这个 Champagne Gold 啊，就很难了，因为它要做一层涂层工艺上去。当这个涂层工艺如果是说不到位的话呢，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金好像大变金样子啊。可是呢，这个极客 X 它的 Champagne Gold 呢，就有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即使是你手摸上去，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是 plastic 的。可是你用眼睛看的话呢，麻将金属的哦。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仿金属工艺真的是有做到非常棒的质感。再来是它的 build quality 啊，可以看到它的门板上面呢是有一些车缝线的，它的车缝线呢是非常的笔直的，它不会有任何那种波浪感。加上呢，这辆车虽然讲它是中国组装的嘛，可是它跟其他中国车，我试过其他中国车不一样的是呢，当遇到一些颠簸的路的时候呢，它不会有那种 hard plastic 硬挤压的那种声音，所以它整体的组装质感，我觉得相当的有下功夫。至于接下来这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触屏主机跟它的音响系统。这个触屏主机呢，它是可以支援中文字幕跟中文语音控制。Hi Z 哥，你好，帮我导航最近的充电站。我找到了这些结果，你想去披萨吗？ Hi Z 哥，我想听陈奕迅的《10年》。好的，一起来听 Eason 唱的《10年》。 Nice. 再来就是呢，它的雅马哈的这个 speaker 啊，音质真的相当到位，人声美 ，bass 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雅马哈确实它的音响系统真的一级棒。再来接下来这个优点啊，也是非常够力一下啦，就是它的 HUD 功能。它的 HUD 功能，如果是说你配合它的导航系统来讲的话呢，它是可以让你做到你不需要看荧幕，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HUD 来做导航。它会把所有的导航信息直接显示在这个 HUD 上面。当你在转弯的时候呢，它也会显示出一个非常立体的 logo， 通知你已经要转弯了。可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 HUD 导航的功能呢，是只可以支援它原本车机的。如果是说你今天用上这个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的那个 Waze 啊，或者是 Google Map 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啦。这点来讲的话呢，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啦。除了这个 HUD 非常厉害之外啊，这辆车的隔音表现啊也是相当的一流。怎样讲呢？我们从 KL 把这辆车子驾回来新山的时候，途中我们有去绕了一下嘛。当我们跑到150、160的时候呢，这个风噪声跟这个胎噪声啊，基本上给到的感觉就好像油车那种120、130的感觉。要知道这辆车子它的这个玻璃啊，它是用了单层玻璃，轮胎呢也不是什么静音轮胎，它只是使用了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式轮胎。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它在这个隔音方面啊，这个底盘的隔音方面呢，确实真的是有下了功夫哦。所以这个隔音表现哇，真的非常的棒。这个点来讲的话呢，也不是我讲的哈，像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小姐姐去尝试体验的这辆车子，或者是其他我的朋友，他们试了这个车子过后呢，确实他们觉得
这辆车子它的隔音做到真的非常的好。除了这个隔音表现非常厉害之外啊，我个人认为这个设计师啊是有真正的去了解过、使用过这辆车子的。讲讲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车子嘛，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屏幕主机，所以呢，这个设计师啊很喜欢把那个实体按钮啊，像什么冷气控制啊、音量调整啊、驾驶模式等等，直接是 build 在这个屏幕主机里面的。这个驾驶者在驾车的时候呢，要调整冷气或者是音量控制，就变得非常麻烦。可是这个极客 X 的设计师呢，他是有真正考量到驾驶者的使用场景。讲讲呢，我们在 Steering 上面呢，这3个 button 啊，按下去，里面呢就可以显示好几个功能，像你的用电情况，现在你的媒体在播放些什么音乐，再来还可以调整冷气，而且它是不只是调整冷气，连风量大小都可以通过这边做调整。因此你在驾驶的时候，这个 driver 在驾驶的时候不需要去操控这个荧幕来去调整冷度或者是风量的大小，因为一边驾车一边调真的是非常不自觉，你又要看这边又要看那边，看这边看那边，所以就很容易导致意外啊。重点是这辆车子它的语音系统、它的冷气调整确实也是可以做到蛮精细的啦。嗨，极客，你好，风量调到最大。好的，前排风量调到最大。嗨，极客，前排风量调到最低。好的，把前排风量调到最小。所以它的语音控制呢，它是可以做到非常精准来调整这个冷气的。像我之前遇过的一些中国车，它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你叫它调风量，它只会一格一格一格的跟你调，你需要一次一次一次的给它指令，它才可以跟你一格一格的减少。可是极客 X 它的语音控制是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符合你平常使用的场景。OK， 基本讲完了这一个内装的这个优点啊，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辆车它的内装有些什么缺点。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车内空间。像极客 X 呢，它的定位是2B Plus 或者是小 C 的 crossover SUV 嘛，简单来讲的话呢，就大概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类型这样子的车子。可是它的后排空间呢，确实非常的小。即使是我带了一位160多 cm 的小姐姐，她坐在后座的时候，她也觉得这个椅垫对大腿的支撑不够。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它腿部上面呢是有很明显呈现一个镂空的状态。再加上呢，如果是说今天你后座要坐3个成年人的话呢，真的会非常的辛苦如果是说今天短途吃个午餐这样子还 OK， 长途的话后座坐2个人就刚刚好了。在这几天我使用上面，我发现到的一个明显的另外一个 bug， 就是它的 signal。它的 signal 排档杆是在左边这边嘛，然后它 signal 排档杆呢是可以做到2种不同的模式。当你轻轻拨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3到4秒的短闪。当你重重泼下去的时候，它的 signal 呢就是一个长闪。这个长闪的状态呢，是需要你的 steering 摆到一定的幅度，那个幅度不小可能就是一个90度 corner， 然后你摆正的时候，它才会取消。如果是说今天你摆的幅度不够大的时候，它的长闪，这个新的长闪呢，它是不会取消的，你是需要通过你自己的手动去来取消的。可是它短闪的 signal 呢，我个人认为又太短了。如果是说今天它可以做到5到6下的短闪，这样子我在切刀的时候，它自动的把这个短闪的 signal 切换掉，我觉得还 OK。3下我觉得太短了，可能后尾的人会误以为我是误触这个 signal 所以才这么短。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算是极客之后呢可以做一个优化了。除了这2个 bug 之外其实这辆车还有一个硬缺点，就是它的储物空间不够。在中国版本的这个极客 X 呢，它的触屏主机是可以往 passenger side 那边去 slide 的，所以造成了可能他们的 global 位置是需要放到那个 motor 去配合这一个触屏主机去做 slide 的动作。可是在马来西亚版本呢，它是没有这个功能。我们马来西亚版本的荧幕是不可以 slide 的，可是呢他们又没有恢复这个 global 的功能，就造成了我觉得要放一些比较中型的东西的话，好像一些比较大包的 tissue或者是一些文件等等这些东西，这种不常用的东西就少了这些的储物空间。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储物空间上面算是极客 S 的另外一个硬缺点。除了这个储物空间不够之外在这一个 dashboard 的 material 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会容易的吸油。虽然讲它上面的 dashboard 呢，大多数都是采用了软材质嘛，
可是，在下面部分它是采用了 hard plastic。可是它的 hard plastic， 当你的手有油的时候，或者是你时常出油的人，你去触碰到这些 plastic 啊，那个油的印啊就会 mark 在上面。而且不只是在这边啊，在左右门板的靠手位置，它也是用了同样的材质，所以你就需要定期去清理，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 interior 会非常的肮脏，非常的难看。再就是啊，除了这个 material 会吸油之外啊，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啊，载东西的能力呢，我觉得也还好而已啦。虽然讲它的尾箱这个遮板啊，它有做了一个小巧思，当你需要载大型物品的时候呢，这个遮板就可以通过这个巧思直接吸附在这个后座的椅子上面啊，这样子来讲，就这个遮板它也不会变成是一个阻碍物，你不懂要把它拿下来放在哪里，它有这样子的小巧思。可是这个后箱的承载空间呢，就确实真的还好而已。如果是说今天载了一个40寸的行李箱，就没有办法放其他东西了咯。但是如果是说今天你载20寸的行李箱，它最多也只能容纳4个20寸的行李箱。好，听完了我分享这辆车它的 interior 跟 exterior 的优缺点过后呢，现在我来分享一下这辆车它的驾驶体验上面的优缺点。首先嘛，这辆极客 X 它0到100 3.8秒，确实可以让小姐姐尖叫。重点是啊，它的底盘调教，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firm一下，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软脚的感觉。虽然讲它的避震调教呢会比较偏硬一点啦，可是呢，它的硬啊不是那种死硬那种感觉，在过一些比较重的减速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中间好像有一个 rubber 在吸附那些震动感。当这个震动感传到你的屁股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层过滤这样子哦。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算是这个避震跟这个底盘调教，我觉得是比较神奇的地方。除了这个避震不错之外啊，极客 X 的 ACC 跟车功能，我觉得也是蛮赞一下的。首先就是它在加速的时候呢，这个 ACC 跟车它是会做到线性加速，不会给人有那种突然爆冲的感觉。在减速的时候，它也会做到让人有后知后觉的感觉。当你意识到要减速的时候 ，ACC 跟车它在1-2秒前呢已经开始在减速了。再就是它的车道维持之中啊，确实可以做到很细微的调整 steering 的角度。当在遇到没有很大弧度的弯道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做到跟着这个弯道摆弯的动作。当然，这辆车呢，它还具备了 ACC 自动切换车道的功能。当在开启 ACC 跟车的时候 ，driver 只要打了 signal， 这个 X 呢，它侦测到后侧方没有来车的话呢，它就会自动帮你切换车道，而且啊，整个切换过程非常的丝滑。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啊，它侦测 steering 对于双手没握着的情况之下呢，它的时间宽容度就比较低啦。大概松手10到15秒，它就会提醒你要握 steering 了啦。如果你没有在握的话呢，它就会暂停这个 ACC 跟车功能了啦。至于这辆车在驾驶体验上面的最大的缺点，我个人认为就是太过简化了，而且有太多东西的调整是需要你通过萤幕调整。首先就是啊，它的 side mirror， 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 button 去调整 side mirror 的左右或者是上下的，你是需要通过这个萤幕去调整这个 side mirror 的方向。这点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里人借了你这辆车去驾的话，他们就会打电话问你，喂，阿 boy 啊，你这辆电车怎样去调 side mirror 的哈？没有 button 呢，我要调 side mirror 调不到嘞，啊，所以你就要告诉他们如何去调整。再就是我们在 setting 上面呢，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的符号的，它就不会像我们之前所驾过的一些电车。上面呢会有显示什么 ACC 跟车要怎样开啊，或者是车道跟车距离在哪里开啊，会有符号在那边。没有，极客 X 呢，它整个 steering 只有2个符号，一就是语音控制符号，2就是这个3个点。所以当你第一次驾这辆车要开启这个 ACC 跟车的时候，你没有去 study 它的 manual 的话哦，你真的不懂在哪里开啊。到最后我们发现到，原来它的 ACC 跟车是在这个坡杆这边，你是需要坡2下，你才可以开启这个 ACC 跟车。所以这辆车呢，它是需要一定的学习时间成本来去 study 这辆车如何使用的啦。啊，当然如果是说今天你熟读了这些东西过后呢，啊，确实这辆车它也不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车啦。所以以上这几点呢，算是我在这辆极客 X 上面所发现到的一些优缺点啦。然后每次跟厂家借车啊，都会测试这个0到100、100到0的这个测试啦。所以这个极客 X 呢，也逃不了这个测试命运，因此我们就直接切换成运动模式来测试。
好，极客 X 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你！100，来下套盘。它的加速感真的3.8秒，0到100真的是不是盖的。起步的时候呢，就好像之前有试过那个海狮一样，有那种好像坐飞机的感觉，整个人的头脑好像脑充血这样子。真的，这0到100，100到0测试不可以轻易尝试啊！再加上呢，刚刚这样子普通测试一下0到100，100到0，掉电速度蛮快的，直接掉了1%。所以平常加电车的话呢，用 Normal 模式跟这个 Eco 模式就真的非常够用了。好，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到底这个电车是否适不适合在马来西亚公路使用？在这几天的体验下来，我个人看法就是这个电车是适合在马来西亚公路使用的。首先就是这个 City Road 充电方面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是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我去到每个充电桩都会有空位让我充电，除了这个节假日之外啦。至于用电车跑 highway 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选择题来的。如果是说你今天选择加电车拉快快的话呢，可能跑160、170这样子，你到达你这个目的地之前比如你从 JB to KL 来讲的话，你可能需要充2次电。但是如果是说今天选择比较保守的加法，可能你加110、120，你从 JB to KL 你还是要充电的，你可能只要充1次电就够了。不过讲回来你在highway加电车，不管你是选择肆无忌惮加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加法，你用的时间肯定都会比这个内燃机引擎的车子来得长。可是讲回来如果说今天你在highway加电车用比较保守的加法来讲的话，这个 Awas 最新推出的区间测速功能就跟你没有关系啊，毕竟你才走100、120嘛，都没有超速，所以这个3万跟你无关了咯。好，以上就是这辆极客 X 我在这几天试驾里面所发现到的一些优缺点分享啦。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于这辆车有些什么评价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当然除了这个优缺点分享之外其实我有带了这个 Candy 小姐姐体验了这个极客 X 啦。所以想要知道这个 Candy 小姐姐对这辆极客 X 有些什么评价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留守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会错过这么有趣的内容啦。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